陆征，你这窝囊废又在这煮这锅黑泥水，是想熏死老子吗？什么情况？剧组拍戏呢？不对，这触感，老子一个现代化工博士穿越了！穿什么越？你小子失心疯了吧？哼！陆征，你就打算靠这堆泥巴养活婉儿？征哥，你没事吧？钱彪，你别欺人太甚！穿越大明，开局家徒四壁，连未婚妻都快保不住了。婉儿妹妹，你舅舅可收了我的定金，中秋灯我后，你就等着被抬进我府上吧。至于这穷鬼，你连一根蜂蜡都买不起，哪来的底气跟我抢女人？这是猛火油。钱彪，敢不敢打个赌？跟我打赌？你拿什么赌？就赌这地上的黑油。3日后的中秋灯会，我能让这黑油发出比你家蜂蜡亮10倍的光。就凭这泥水？我若做到，你当众磕头认错，滚出这条街；我若做不到，我立刻离开这个镇子，永远不再见婉儿。一言为定，3天后，我看你怎么卷铺盖走人。我们走。征哥，你疯了！那黑水连点都点不着，怎么可能比蜂蜡还亮？婉儿，信我，我们先回铁匠铺。陆征，你长本事了，敢跟钱少爷叫板！舅舅，是钱彪先动手砸摊子的。哼哼，那又如何？3日后，你要是拿不出50两银子的聘礼，你和婉儿的婚事作罢。50两，舅舅，你这是抢啊！拿不出，那我就把你送进钱府去享清福。钱府可已经给了这50两的聘礼。征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用它弄。婉儿，帮我去街找3口最大的铁锅，还有最粘的黄米，再去杂货铺把他们不要的碎云母片找来。云母片，铁锅。征哥，我们要开火做饭吗？不，我们炼油。征哥，这到底在干什么？煮这黑水有什么用？只要温度到了，黑水里最金贵的东西就会变成气，顺着主管跑出来。征哥，你看，黑油变轻了，而且一点臭味都没有了。婉儿，我们可以开始做灯了。做灯？那是什么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婉儿，把明木片嵌进去。征哥，为什么不用纸，要用云母片？因为纸会被烧着，得用云母片隔着。那这个铜镜呢？光向4周散，就弱了。用铜镜挡在火苗后面，把所有的光都聚拢着推向正前方，大功告成。苏有才，时辰到了，陆征人呢？钱少爷，那小子肯定是吓跑了。婉儿就在家中，您随时可以派人去接。一个穷小子也别跟我斗！来人，去接苏小姐。谁说我跑了？哟，陆老板来了！这就是你说的比我的极品蜂蜡还亮的东西。哎呦，我的眼睛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竟然一点黑烟都没有！你们看那火焰，将风吹得这么大，它竟然纹丝不动。现在你看清楚了吗？你的白玉蜂蜡配合我的灯笔吗？不可能，你那猛火油怎么可能烧出这种光？没什么不可能，这煤油就是从你们平时看不上的猛火油中炼出来的。这位小兄弟，你这灯卖不卖？我出50两银子。这50两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小兄弟，我出100两。我这夜里眼睛看不清，这灯简直是宝物。我出200两。我出500两。陆小兄弟，我王家包下你头1个月的买卖，有多少灯我要多少。500两？
哎呀，我的贤婿啊！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，你这简直是财神爷转世啊！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我那都是在故意激你，为了让你上进。婉儿跟着你，我100个放心。钱彪，现在你该履行赌约了吧？你想都别想！你们全都被他骗了！猛火油怎么可能变成这样？这分明是妖法！钱少爷，大家亲眼所见，这怎么会是妖法？王老板，他一个卖油的，懂什么炼油？这绝对是伤天害理的妖物！陆征，你今天用妖火惑众，罪大恶极，本少爷要告知官府，把你抓进大牢。谁敢在秦淮河上闹事？师伯，快把他拿下！他用妖火在这画舫上招摇撞骗。大人，这灯光亮如传教，且无烟无味。您看那边站着的是谁？啊，王大善人李员外、张阁老，他们怎么都围在这穷小子身边？这哪是什么妖法？这分明是您的政绩啊！若是得罪了他们，师伯，快动手啊！师伯，你打错人了，打的就是你这个欺行霸市、鱼肉乡里的蠢货！你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诬陷陆公子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陆公子，他就是个穷小子！闭嘴！来人，把这扰乱花灯大会的狂徒给我绑了！师伯，你不能这样，我爹跟您是拜把子兄弟啊！陆公子受惊了，本官来迟一步，让这狂徒惊扰了公子，实在失职。大人言重，若非大人明察秋毫，草民今日怕要蒙受不白之冤。哪里？公子这盏灯光耀满城，若能推广开来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政绩。以后公子做买卖有难处，尽管找本官。多谢大人美意，陆真记下了。陆小兄弟，这头1个月煤油我王家全包，要多少定金尽管开口。王老板痛快，明日一早第一批货的送到府上。这是50两聘礼，从今往后，婉儿的婚事你无权再插手。明白。贤婿，舅舅第一眼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，我这就带你去接婉儿。带路。婉儿，快出来看看谁来接你了！舅舅给你找的好夫婿呀！真哥，你真的做到了。傻丫头，我说了，今晚要把你风风光光的接回去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没有人能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。婉儿啊，你可是修了8辈子的福气，以后跟着陆征好好过，千万别忘了舅舅的成全之恩啊！走，我们回家。真哥，这煤油的利润简直太惊人了！我们在西山收购的猛火油废脂，1大桶才不到10文钱，经过分流后能出大半桶纯净煤油。按照我们现在给王大善人的批发价，1斤煤油能卖2两银子。灯罩的成本呢？灯罩用的云母片和明纸成本略高一些，但加起来也不过100文钱。我算过了，我们每卖吹出1盏灯，净赚至少1两8千银子。只要我们日夜开工，1个月就能进账上万两白银。婉儿，你这算学天赋，不去考户部的算学官，真是可惜了。真哥又取笑我了。不过，既然王大善人包下了咱们1个月的产量，我们现在最紧缺云母片和黄铜。我昨晚已经让城里的中人去各大商行下定金了，只要材料一到，我们就招募工人，把煤油灯的产量翻上10倍。这个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慌慌张张的。我刚跑遍了全城所有的材料行，市面上所有的上等云母片、透光油纸，还有打磨反光镜用的黄铜板，全都没了。都没了？怎么可能？昨天往城东的李记商行，库房里堆得满满的。真没了！李记掌柜的说，今早城门刚开，就来了一队神秘的马车，以2倍的高价，把全城哪怕是只有巴掌大小的云母片全给买空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放出话来，
以后谁敢卖1寸透光材料给咱们陆家工坊，就是跟他们过不去。没有这些材料，提纯出来的煤油根本无法制作成防风的煤油灯。哼，2倍高价买空全城，好大的收入！看来我们的风头太盛，惊动了藏在水底的大鱼啊！真哥，能在1天之内调动如此庞大财力，还敢在江南放话封杀的，只有一家。你是说，垄断了江南7省绸缎、瓷器和灯油生意的江南传统商会联盟？正是。你就是那个弄出煤油灯的陆征？我就是。阁下是哪位？放肆！瞎了你的眼！站在你面前的乃是江南商会联盟总会长赵德珠赵会长。陆征是吧？年轻人有点小聪明是好事，但我赵某人做生意向来不喜欢有人在我的地盘上搞出不可控的东西。这里是1万两白银，从今天起，你那煤油的提纯配方，还有这灯具的打造图纸，全归江南商会所有。你拿着钱关门歇业，安安心心做你的富家翁去吧。1万两！赵会长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够精的。赵会长，1万两就想买断我的生意，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。陆征，年轻人胃口太大，当心撑破了肚皮。不劳赵会长费心，这配方我不卖，这工坊我也绝对不会关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陆征，从今往后，整个江南7省，谁敢卖给你原料，就是跟我江南商会作对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工坊能硬撑到几时。我们走。这怎么办啊？赵会长发了话，咱们真买不到材料了。是啊，要是交不出，咱们就完了。都给我闭嘴！慌什么？郑哥，大家能不慌吗？没有云母和透光纸，我们拿什么做灯罩？哼，谁规定灯罩就必须得用云母片和纸糊？婉儿，去账房支取银两，雇10辆大马车。雇马车？去哪里啊？去海边，去拉沙子。最普通、最不值钱的海沙越多越好，记住要筛得越细越好。沙子，掌柜的，咱们这煤油灯不做了，是要赶上去盖房子吗？照做就是。赵德珠不是想用商会的底蕴压死我们吗？明天一早我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征哥，这火太大了，人都要烤化了。你把沙子倒进炉骨里干什么？石头都不怕火烧，沙子怎么可能化得开？那是因为以前的火不够烈，配方不对。沙子里的石精遇到纯碱和石灰石，在这1000度的高温下，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。你看，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些沙子竟然变成了发光的红水。这不是水，这叫玻璃。这比最上能的水晶还要通透，没有一点杂质，简直就像是凝固的空气。征哥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个，我们以后的灯都不必担心没有罩子了。赵德珠的封锁彻底成了笑话。仅仅是做灯罩，婉儿，你的格局小了。我们今晚要干个大的。赵德珠这种老狐狸，明着封杀不成，今晚必定派人来砸店。我要给这间工坊穿上一层看不见的铁甲。看不见的铁甲？用着玻璃吗？可是它看起来一碰就碎啊。普通的玻璃当然易碎，但我接下来要做的叫钢化玻璃。这就叫淬火硬力，急速冷热交替，能让它的硬度堪比生铁。伙计们，把这些钢化玻璃连夜给我镶嵌在工坊前厅所有的窗户和门面上。哎呀，这黑油太顽固了，我用皂角搓的手都红了也洗不干净。明天还要去见客商，我这样子怎么见人呀？愁死我了！洗个手有什么难的？看把你愁的！石头，去隔壁肉铺，把王屠户不要的猪油和肥斑全给我买回来，越快越好。买猪油干什么？拿来洗手？那岂不是越洗越油腻？郑哥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造化反应。
这油腻发臭的猪油，加上这碱水一熬，油脂就会分解，变成能溶解一切污垢的神仙物件。把你提炼的桂花秋油倒进去，除味儿。拿去试试。天哪，好多泡沫！张哥，你快看，我手上的黑油和死灰全没了，一点油腻感都没有，还香喷喷的。这东西去污也太厉害了吧！要是拿出去卖，城里的贵妇们绝对会抢疯的。这就叫透明香皂，玻璃和香皂早都在手。明天，咱们就去百宝大会，好好会会江南商会。老大，赵会长吩咐了，今晚就把陆真这破作坊砸个稀巴烂，一台大出炉也别给他留。废话少说，给我抄家伙，把那面墙的空窗户框全给我砸烂！看我一棍子先砸破他的大门面！你，哎呦我的亲娘嘞！瞎叫唤什么？连个空户框都砸不进去，没用的饭桶！老大，不对劲儿啊！前面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但我刚才好像砸在了一块生铁上。生铁？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没有砖，没有木头，怎么会有一堵看不见的冰墙？而且比石头还硬。老大，这是鬼打墙啊！陆正他不是人，可是院子怎被神仙生了？你看看！成哥，他们被吓跑了，他们以为是结界呢。一群井底之蛙，今晚只是开胃菜。婉儿，收拾好东西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去百宝大会，让赵德平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诸位，今日百宝大会，我赵某人拿出的皆是百年难遇的稀世珍宝。管家，掀开，让大家开开眼。请看，西域进贡的黄玉琉璃尊，你们看这朦胧的光泽，起拍价2000两白银。好东西，这浑浊感简直是仙家法器啊！我出2500两，我出对了，怎么还没见那位发明煤油灯的陆征小兄弟？老夫今日还特意给他留了贵宾席呢。哎，会长您有所不知，听说陆公子到处买不到材料，交不出货，眼下怕是焦头烂额，无颜来参加咱们这百宝盛宴了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年轻人就是底蕴不足，经不起一点风浪啊。赵会长既然这么惦记我，陆某怎敢不来？这世上怎么会有比清水还要透明的东西？连一丝杂质都没有！这绝不可能！陆征，你用了什么障眼法变出这些假水晶？障眼法，这叫玻璃防风罩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光竟然一点都没有被挡住！不错，这就是玻璃。你，就算这是透明罩子，也绝对不如我这西域紫金琉璃珍贵。我这可是有历史底蕴的。底蕴？把残次品当宝贝，你也好意思吹牛？各位夫人，麻烦看这边。那里面怎么有个一模一样的人？连我眼角的细纹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叫高清玻璃镜，铜镜模糊不清，而这玻璃镜能照出你们脸上最细微的毫毛。陆公子，这面镜子我要了，我出500两，我出1000两，我那模糊的破铜镜，我今天回去就全砸了。赵德珠，你拿这种连对面人脸都看不清的残品糊弄我们，跟陆公子的玻璃比，你这玩意儿连夜壶都不配！退钱！你们敢砸我的场子？
陆征，琉璃你赢了，但我还有极品香木造柱，50两银子一盒，这可是江南独一份的去污神物，你的底蕴根本无法撼动。哼，50两买个洗不干净的木头叉子。婉儿，把门外那个满身油垢的乞丐带进来，打一盆清水来，用这个给他洗脸洗手。这黑泥可是连用草木灰搓3天都搓不掉的。这去污的能力比香木藻带强100倍，而且还像糕点一样透明精致。这叫透明香皂，纯天然，去油去污天下第一。陆公子，这香皂我全包了。去你的！见者有份，我订100盒。快点，赵德忠，把tiền还给我，我要去买陆公子的玻璃。会长，大主顾全要求退货撤单，我们账面上根本没那么多现银啊！会长，咱们的资金链断了。这不可能！我江南商会100年基业，会长晕过去了，快叫大夫！真啊，发了，我们彻底发了！扣除各项开支，今天我们在百宝大会上，光是定金就收了整整10万两白银。10万两，足以买下一座小城。婉儿，树大招风，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。锦衣卫，都退下！莫要惊了财神爷。你就是造出玻璃和防造的陆征？正是在下，公纵有何指教？东西做的确实不错，不过太后下个月大寿，急需能让人容颜焕发的奇物。你这香皂去污虽好，却不能添彩。若是明天你拿不出更好的东西，咱家可保不住你这敛财的工坊。公公想要能让人容颜焕发的奇物，何须等到明日？我现在就能让公公开开眼。苏公公，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吹大气，公公明鉴呀，这陆征就是个烧窑打铁的莽夫，他懂什么后宫脂粉？公公，小人这里有江南商会珍藏10年的极品西域雪花铅粉，只要娘娘们涂在脸上，瞬间白如冬雪。陆征，你洗得掉乞丐身上的泥，难道还能凭空洗出贵人们的倾国倾城不成？管家，我看你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吧？你竟然敢把这种含有剧毒的夺命毒药献给当今太后！剧毒？你血口喷人！这雪花铅粉怎么可能有毒？有没有毒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公公若是不信，大可现在就去后院抓一只活鸡，把这铅粉和水喂下去，看看它会不会立刻暴毙。来人，去后院抓只活鸡来，咱家今日倒要看看，这到底是奇物还是毒药？公公，这胭脂水粉是涂在脸上的，怎么能拿来喂鸡呀？少废话，掰开嘴，给我灌下去！公公，这分明是强词夺理，鸡吃了土都会死，何况是脂粉？公公，您若是把这等毁容的毒药当成寿礼献入后宫，他要一旦降罪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混账东西，瞎了你的狗眼！竟敢拿这等毁容的毒药来坑害咱家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狗奴才拖出去，先打断他的腿！公公饶命啊！陆征，你既然能识破这毒药，那你刚才夸下海口的奇物到底在哪里？婉儿，把火炉、蜂蜡、玫瑰花和昨天的植物精油统统拿来。征哥，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可是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要直接开火现做脂粉吗？这世上最好的配方都在我的脑子里。公公，您可得看好了，这纯天然的蜂蜡我用来做底，它能完美锁住水分，涂在唇上绝不干裂掉渣。这新鲜捣碎的玫瑰花原汁没有任何西域毒素，我用来提色，这才是正宗红艳。最后滴入植物精油，
它不仅芳香扑鼻，更能让双唇柔润如水。宁，这颜色看着倒是极其鲜亮正派，可真有你刚才说的那么神？是神是凡，一试便知。婉儿，你来替公公试妆。天哪，这简直是脱胎换骨的神技！仅这一抹红就能拔高10倍气色，奇物！公公，有了此物，太后大寿之日必定容光焕纱。您这趟江南之行，算是有个完美的交代了吧？交代，这简直是泼天的大功一件！陆征，你给咱家听好了，咱家现在就代表内务府赐你这面金牌皇商令牌，谁敢动你，就是动皇家的库房。多谢公公提拔。先别急着谢恩，这无毒口红，你必须在10日内赶制出100套极品装。10日之后，你必须亲自带着这批货，随咱家的车马队火速护送进京。进京！记住，是即刻准备进京，片刻不许耽搁。若是误了进贡的时辰，咱家拿你10问。走。征哥，你快掐我一下，告诉我这不是在做梦！皇商啊，有了这个皇家的护身符，以后在整个大明，谁还敢动我们的买卖？我们要把分店开到京城去。征哥，你怎么了？我们连皇家都认可了，你为何还要愁眉不展？婉儿，你真的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免死金牌吗？你高兴得太早了，这块金牌烫手的很。征哥，这可是皇家大太监当着锦衣卫的面亲手赐予的，难道还能有假？牌子绝对是真的，但给牌子的人绝对有问题。婉儿，你仔细动脑子想想，皇城内库采购，这是多大的一块肥肉？这其中牵扯的利益，向来是被京城那些势力盘根错节的各大门阀世家牢牢把持着。我们只是江南一个刚刚冒头的作坊，这苏公公就敢把大明皇上的帽子扣在我们头上，那他为什么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只能说明这苏公公背后站着一股比那些门阀世家更可怕的势力，他们看中了我们。征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逃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们逃去哪儿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别急，我要预定50面高清玻璃镜，银票我直接放柜台上了。征哥，你猜的没错，京城的达官贵人比江南更有钱。这才短短3天，我们在建京城卖出的货，利润已经抵得上在江南半个月的了。婉儿，狂欢的背后，往往是暴风雨的前夕。陆掌柜这生意真是如日中天，羡煞爬人啊！苏公公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知公公今日带着这么多人来，是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咱家今日是替贵人跑腿的。二皇子殿下在城外西山医院设了家宴，听闻陆掌柜才华横溢，十分欣赏。陆掌柜，请吧。征哥，这分明是强掳啊！婉儿，别怕，殿下降妖，那是草民的福分。既然是殿下的私宴，草民怎敢推辞？公公带路吧。草民陆征，叩见二皇子殿。哎，陆掌柜这是做什么？你如今可是父皇御赐的金牌皇商，是为大明造福的功臣。在这私宴之上，没有君臣，只有兄弟。来来来，陆兄快入座。殿下折煞草民了，草民万不敢当。陆兄过谦了，你那玻璃和香皂，本王看了都惊为天人啊。只是如今江南商会倒了，江南的商税断了一大截。本王在城外正在筹建一支精锐的护军营，急需大笔军饷啊。陆兄，本王欲与你合伙做这百宝阁的买卖，本王出兵保你平安，
你每月只需将净利润的80%作为军饷送到本王府上，如何？有了本王的庇护，以后这大名你横着走。80%？怎么，陆兄觉得不妥？殿下的厚爱，草民感激涕零。若是草民自己的私产，别说80%，便是全部献给殿下充当军饷，草民也绝无二话。那陆兄的意思是答应了？殿下明鉴啊，草民接了内务府的金牌，这百宝阁名义上便已是皇家产业。每一笔账目，每一两利润，年底都要交由内务府总管核算，最终上交国库，由圣上亲自御批。草民若是私自将这笔银子转交殿下，那便是侵吞国库、欺瞒圣上之罪。草民纵有10个脑袋，也不敢调包圣上的银子啊！陆征，你很聪明，你这是拿父皇来压本王。草民不敢，草民只是按大明律例办事。殿下若是急需这笔银子，大可向圣上请旨，只要圣旨一下，草民立刻将百宝阁的库房钥匙双手奉上。好，好一个忠心耿耿的皇上！既然陆掌柜如此公私分明，那本王就不强人所难了。苏公公，送客。草民告退。这脸不要脸的奸商，竟敢拿那老不死的东西来搪塞本王！苏公公，按计划行事。既然他不肯乖乖交钱，那就连人带铺子全部名正言顺的抄了。不好了，陆大哥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马，我们的马全都倒了，不仅是我们商队的几10匹西域快马，连带着隔壁皇家驿站里备用的军马，全都口吐白沫，瘫在地上站不起来了。是10香软骨散，无色无味，专门用来废掉战马的毒药。二皇子动手了。他为什么要毒哑所有的马？难道是想把我们困在京城？不，毒马只是第一步，连皇家驿站的军马一起毒，意味着京城对外的800里夹击通讯彻底断了。京城里一定出了足以变天的大事。陆征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昨夜陛下突发心急，龙体危在旦夕，太医院断言，必须在3日之内取来极北古寒之地的天山雪莲作为药引，方能续命保龙体安康。雪莲现存于300里外的北境皇家药库，钦此。陛下病归。陆征，接旨吧。二皇子殿下在早朝上亲自向太后举荐了你。你陆征不是自诩大明第1皇商吗？这份为皇上取药的天大功劳，殿下赏给你了。300里路程，3日之内往返，可是全城的马都……大胆刁民！圣上龙体欠安，岂容你在此大呼小叫？陆掌柜，这等天恩，你若是办砸了，那便是延误军机、谋害圣上的死罪。按律，满门抄斩，百宝阁所有财产全部充公。陆征，接旨吧！抗旨不遵，我现在就定你就地格杀。草民，遵旨。陆大哥，完了，我们彻底完了。驿站的马都被毒死了，没有马，我们拿什么去300里外取药？哭什么？好一条天衣无缝的毒计，冠冕堂皇，不留半点话柄。陆大哥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马被毒死的事？阳谋，就是让你明明知道是死路，也得走下去。
我若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穿毒马之事，他反手就能定我一个污蔑皇亲、抗旨不申的罪名。3日一到，我拿不回药，二皇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以谋害圣上的罪名抄了我的家，吞了我的产业，去填补他的军饷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死局已定啊！死局是对蠢货而言的。石头，把攻防的大门给我死死反锁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不准任何人打扰。谁说没有马就不能日行千里了？婉儿，把京城里我重金招募来的那10几个顶级铁匠，全都给我叫到后院来，把所有的金刚和猛火油全部备齐。二皇子以为断了我的马就能砍我的头，3天时间，我要亲手造一匹不需要吃草、不需要喝水，更不怕10箱软骨散的钢铁铁马。陆掌柜，这根本行不通。老汉我打铁30年，这前后就2个铁圈的架子，人坐上去怎么可能立得住？不摔个狗吃脚才怪！更别说靠2条腿让他日行千里了。张师傅，立不立得住，靠的是惯性与角动量守恒，只要转得够快，他就倒不了。至于怎么日行千里，靠的是这里的大齿轮带动后轮的小齿轮，人踩1圈，后轮转5圈。只要金刚链条做出来，它比马快。好，既然是掉脑袋的大罪，老汉就陪你疯一把。张哥，链条连上了。张师傅，摇他吧。坏了，陆掌柜，金刚咬合太死，摩擦力太大，中轴里面的铁芯直接卡变形了，这根本转不动啊！以前的生铁太脆，金刚又太硬，必须把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。石头，快去用金刚边角料搓出几10颗指甲盖大小的圆钢珠。掌柜的，钢珠好搓，可一淬水，直接就爆裂成渣了呀！不要水淬，婉儿，提炼煤油剩下的那桶黑漆漆的用油发渣在哪儿？就在墙角木桶里。用重油淬火，油降温慢，能让金刚在保持极高硬度的同时，绝不爆裂碎渣。老天爷，这废油竟然是打铁仙药，没裂，硬度还比生铁高3倍。别废话，嵌进轴承环，卡入中轴。石头，去叫风衣。风衣，圣上的龙体，来保个几10条人命，全在你这一双腿上了，怕不怕？属下这条命是掌柜的给的，就算把腿蹬断，也绝不辱命。陆征，3日期限已到，天山雪莲若是到不了，殿下还急什么？香未燃尽，时辰便未到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好啊，本王就等你这最后一炷香。哼！时辰到，给本王把他们拿下！殿下，天山雪莲送到了。怎么可能？3天时间，陆征，你竟敢随便拿个破盒子就想欺君罔上，罪加一等，给我拿下！殿下说的对，御林军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谁敢动？锦盒上有皇家药库的火漆封印，是真是假，让太医一验便知。殿下不分青红皂白就要火药杀人，难道是怕圣上醒过来，坏了你夺威的好事吗？一派胡言！太后懿旨到，太后有旨，宣皇上陆征即刻入宫救驾，任何人胆敢阻拦，等同谋逆。陆大人，太后娘娘在宫里快急疯了。林公公，药在这里，完好无损。好，快护送陆大人进宫。
林公公，太后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派你来百宝阁？殿下，你真以为你能一手遮天？早在你派苏公公来请我去西山别院赴宴之前，我就已经开始防备了。你提前送了消息，可你的马明明全被毒死了。我的马是被毒了，但百宝阁里的贵妇千金可没断过。3天前，我早消息送进了后宫，太后早就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了。殿下，咱们的账朝堂上慢慢算。陛下醒了，陛下终醒了，天佑大明啊！是谁救了朕？是皇商陆征。但父皇，此人留不得啊！老二，他救了朕的命，你为何要杀他？父皇明鉴，陆征为了取药，竟动用邪祟妖法。那妖物没有活物牵引，却能日行千里。这等逆天改命的妖物冲入皇城，发出刺耳怪叫，必定是冲撞了我大明的龙脉啊！对啊，陛下，臣等亲眼所见，那怪物浑身冰冷，却跑得比烈马还快，简直是妖法作祟。妖法，钢铁怪物，把陆征还有他那个妖物，给朕带上太和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这等冰冷的死物居然能载人飞驰，定是陆征施了借尸还魂的邪术，妖物不除，大明必遭天谴啊！陆征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当着父皇和文武百官的面解释解释，这死物为何能动？解释不出，你就是妖言惑众的妖道，当诛九族！殿下，把无知当成指控的筹码，只会暴露你的愚蠢。你大胆！陛下，诸位大人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，这不叫妖法，这叫科学，这叫机械的真理。大家看好了，前面这个叫大齿轮，后轮上那个叫小齿轮，中间连着的是金刚链条。人的双脚踩动大齿轮转一圈，通过链条带动，后面的小齿轮就能转整整5圈。这在物理上叫做齿轮比放大。居然是机括之理，用大小齿轮来成倍放下人的力气，这构思绝妙啊！还没完呢，刚才有人问，钢铁相碰必定卡死，为何它能如此顺滑？这叫管珠轴承，把两面死死的滑动摩擦变成了钢珠在里面的滚动摩擦，阻力缩小了100倍，速度放大了5倍，它凭什么不能日行千里？原来如此，不是妖术，是极致的机括与淬火之术。陛下，此乃夺天地造化的大国重器啊！若能将此理运用于战车、水车，我大明国力必将暴涨10倍。好一个齿轮比，好一个管珠轴承，人之智慧竟能铸造出远超千里马的神物。陆征，你让朕大开眼界，你这是用机械之理狠狠打了那些愚昧之仆的脸。老二，你为了掩盖你毒杀驿站真马，企图抄家谋财的罪行，竟然敢在朕面前将这等大国重器诬陷为妖法，你差点就让朕归西了！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那马不是儿臣毒的。闭嘴！真当朕老糊涂了，连你在城外招兵买马的动作都不知道吗？交出护官迎宾符，滚回你的王府！没有朕的旨意，终生不得踏出府门半步！父皇，陆征听旨，草民在，你于朕有救命之恩。这等惊天未地的格物神术，做个商贾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朕今日破格提拔你为工部尚书，赐穿大红蟒袍。我大明未来的科学重工之术，全由你执掌。谢主隆恩，恭喜陆尚书，贺喜陆尚书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这是800里加急的急报，出了什么事？快说！西北大地震，黄河源头的葫芦口山体彻底崩塌，整座大山砸进了河道，将黄河水死死堵绝了。什么？如今里形成了一个超巨型堰塞湖，大水越蓄越高，最多10日，那土石大坝必定承受不住水压而全线崩溃。10日之后会怎样？到那时，万丈黄河之水将犹如天河倒灌，
顺着地势倾泻而下，京城连同下游八省将彻底化为汪洋泽困，千万百姓将沦为云边呀！时日，那可是千万军的崩塌大战啊！陛下，就算现在立刻征调100万民夫去挖那座巡山，少说也要半年才能挖通。10日之后，玄壶溃坝，京城全都要化为云鳖呀！连贯800里加急，气血急爆！北方达30万精骑大军压境，他们已退守高地，根本不攻城。达达可汗扬言，就等黄河溃坝冲垮我大明北方防线，他们便要踩着洪水和泥沙长驱直入，屠城灭国！天亡我大明！天亡我大明啊！陛下，赶紧下旨迁都南下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！都给我闭嘴！好，黄河决堤，水势瞬息千里。你们的2条腿跑得过滔天洪水，还是跑得过达达的30万铁骑？难道就是把大明千万子民留下等死？就是把大明的江山拱手让给蛮夷？陆征，你休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那是山塌了，老天爷降下的灭顶之灾。难道你要让100万大军去效仿愚公移山吗？那不过是白白耗费力气等死。愚公移山那是蠢货的做法。血肉之躯挖不开大山，我就造一头能吞噬高山的钢铁巨兽。尚方宝剑在此，全军听令！即刻起，全面封锁京城周边所有铁矿煤窑，强行征调1000名顶级血将，立刻进驻西山兵工厂。违令者，按谋逆弑君罪，就地正法。陆大人，您画的这是一头什么怪物？这叫蒸汽轮斗挖掘机。看到这排10几丈高的巨型旋转利齿了吗？只要整气机点火，水汽爆发，这锯齿轮斗一转，它一口就能咬下上万斤的土石。喷吐浓烟，旋转利齿，老天爷，这简直是食人恶兽啊！大人，这么重如山崖的铁疙瘩，如果陷进泥石流里，怎么动弹？这叫履带，把陶板连成一圈，套在轮子上。它能把1000万斤的重量分散开来，让这台钢铁巨兽在碎石、废墟和泥沼上如履平地。疯了，陆大人，您真是个彻底的疯子！可是大人，只剩9天了，这等神物我们能造得出来吗？造不出也得造。大明的国运，1000万人的身家性命全在这几张纸上了。开炉铸铁，就算把骨头熬干，也要把这头钢铁怪兽给我拼出来。陆大人，不好了，要炸了！那口高压锅炉的蒸汽压力太恐怖了，所有的接口和阀门全都在漏气。叶片呢？我让你们加塞的密封叶片呢？没用啊，大人！用上好的牛皮垫进去，瞬间就烧淡化了；用软铅条直接融化变形了。高压蒸汽的高温和压降，古代材料根本承受不住。难道大国重工的第一步就要死在一个密封挑上吗？郑哥，你看这个婉儿，这里随时会爆炸，你来干什么？郑哥，你上次说需要能扛热又扯不断的怪东西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几个月前我从海外红毛商人那里低价收来的稀罕物，他们叫它流泪树的树枝，怎么拉都拉不断，砸在地上还能弹回去。弹性极佳，遇热不化，这是天然橡胶。婉儿，你真是大明的救星，千万百姓的命有救了。这黑泥巴能堵住蒸汽。石头，立刻起锅，把这些天然橡胶全部熬化，掺入硫磺粉，进行高温六化，给我压磨成密封浆。陛下，最后一天了，洪水已经彻底漫过堰塞湖的坝顶了。北方急电，达30万大军已经在阵前杀牛宰羊，全军狂欢，准备庆祝大明防线溃败了。完了，大明100年基业终究是毁于一旦了。陛下，陆征那个疯子终究是没能创造奇迹呀，他就是在拖延我们逃命的时间。
全速前进！快跑啊！地狱里的喷火恶兽爬出来了！别瞎喊，那是活的铁山啊！我的老天爷，他嘴里吐着黑云，肚子里还轰隆隆的打雷，这是龙王爷发怒来收咱们了！全军跪下！都给我站起来！大明的爷们儿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绝不跪这堆废铁！陆大人，那是工部尚书陆大人，他没逃，他骑着铁龙来救我们了。这不是龙，这叫蒸汽轮斗挖掘机，是我们大明工匠用血汗的砸出来的钢铁巨兽。让开道路！就算前面是鬼门关，今天这台机器也要给它碾平了！石头，火烧旺了吗？底盘稳不稳？好嘞，掌柜的。猛火煤已经填满了，底下那排铁板做的大袋子转得利索着呢，多深的泥坑都陷不进去。陆大人，你可算来了，来不及了呀！最后一道防线正在崩塌，最多半个时辰，这里就会彻底绝对。咱们快撤吧！撤？往哪儿撤？背后就是京城，就是千万百姓。半个时辰，足够我把这破山挖出一条血红道。大人，那可是千万钧的巨石啊！就算是愚公在世，人力怎么可能挖得动？人挖不动，机器挖！张师傅，拉下主闸，把死死卡住主齿轮，把所有的气全给我顶到前面去。大铁闸推到底了，大齿轮咬死了，炉子里的邪气全顶上去了。给我抓！老天爷啊，我眼花了吗？人力推不动的房子大的石头，被这铁怪兽一口就吞了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这哪里是挖土，这简直就是天神下凡在切瓜砍菜呀！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最外层的松土和碎石，真正的考验在山体中心。石头，死命加煤，把火给我烧穿顶！煤炉子全红了，水滚得跟炸雷一样。怎么回事？轮动转得慢了。掌柜的，不行了，碰到黑星石王了，最硬的死石头，咱们的金刚牙口都崩出火星子了，死活啃不进去啊！郑哥，你装的那个琉璃管子里洪水全顶到天灵盖了，大周卡死了转不动，气全憋在肚子里发不出去，这大铁锅马上就要炸了！大人，快停下吧！再不停气，这铁怪兽就要炸成碎片了，我们全得死啊！不能停！只要停下半拳，大齿轮失去冲劲，立刻就会被死石头卡死，洪水瞬间就会倾泻而下，京城就全完了。可是放心的铜嘴子叫得跟鬼哭一样了，里面垫的那层黑胶泥都要被顶化了，根本锁不住这股邪气。大人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大明已经退无可退了，那就把那只出气的铜嘴子给我生生砸死！砸死出气口？那气出不去，炉子还不把天崩个大窟窿？炸就炸，就是死，老子也要在死前把这座山给彻底撕碎！区区破石头而已！裂了！掌柜的，黑青狮王被咱们磕掉渣了！不仅是掉渣，给我彻底粉碎吧！通了，山通了！陆大人把大山挖穿了！保住了，京城保住了，咱们不要为王八了！活神仙啊！陆大人造的铁笼，把老天爷的命给改了！千户大人，你看那是什么怪物？慌什么？大明的黄河马上就要决堤了，
咱们30万铁骑这就升天啊！那是什么恶兽？千户大人，大明的山还在流血，那铁龙把山吃了，黄河水全流回河道了，洪水冲不到京城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人力怎么可能移山填海？大明难道召唤了地狱里的妖龙镇国吗？快，800里加急滚回去禀告大汗，大明有妖龙护体，防线未破。咱们这30万血肉之躯不够那铁龙塞牙缝的。那咱们还攻城吗？攻个屁！快传令，全军连夜退回漠北，10年之内绝不许南往长城半步！快跑啊！万岁爷，您慢点，前面全是泥巴，龙体要紧啊！滚开！朕的江山都保住了，还怕这点泥巴？奇迹，这是真正的人定胜天啊！陆征何在？臣工部尚书陆征幸不辱命，悬河之载已破。好，陆征，你造出的这大国重功，不仅救了黄河两岸的千万苍生，更吓退了北方30万蛮夷铁骑。你是我大明真正的定海神针。传朕旨意，陆征移山填海，挽狂澜于未倒。即日起，破格册封陆征为大明镇国公，世袭罔替，与国同修。刺穿蟒袍，见君不跪，暂拜不明。臣等叩谢镇国公，大